一个人想要变强，就得不断地突破自己。这个过程会经历各种挫折和失败，失败中可以总结经验，分析错误原因。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和自己的团队待在一起，要倾听别人的想法，交流意见，进而不断修正问题。这是对熊家餐厅这个小团队的一个诠释。团队成员的协作决定着成功与失败。今天给大家带来熊家餐厅第2季的最后4集，废话不多，直接开始。天空刚刚破晓，表哥就来到一家号称芝加哥最好的餐厅见习。换上工作服就被安排去擦叉子，这对表哥来说简直是酷刑。但这简单乏味的工作却让他可以安静地审视这个整洁明亮的后厨。每一个人都在一丝不苟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忙碌却井井有条。垫子中提示着时间，墙上写着一行字，每一秒都很重要。但表哥还是在擦了好几天后忍无可忍，他大声询问是否可以换成洗碗，但被告知他擦的叉子上还有指纹。看着表哥被气得发绿的脸，领班把他叫了出来。表哥抱怨道，自己都40多岁的人了，还在干着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对方直接告诉他，不想干可以走，没人在乎他几岁。想到这里，擦叉子的人都排到明年去了。表哥嗤之以鼻，认为对方就是在臭吹。领班马上表示，这家米其林3星餐厅从开业就被评为世界最佳餐厅，随时都有几千人排队预订。那些排到的顾客犹如中奖一般激动，所以餐厅所有人都不会辜负顾客的这份热情，即便是叉子都必须擦成世界一流的才能与之相配。他告诉表哥，可以不热爱，但是不能不认真。尊重他人，尊重工作，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一番话说的表哥无言以对。休息时间，前妻来电话告诉表哥他即将再婚的事儿。Frank proposed to me. I said yes. 这让表哥万念俱灰，他独自在黑暗的车中抽着烟，破镜重圆的最后一点希望都破灭了。现在唯一没有抛弃他的只有卡米，只有现在这份工作了。第2天，他来到餐厅，意外地荣升为候补服务生。在熟悉了坐席位之后，他注意到餐厅竟然细致地用颜色来标记每一个顾客的喜好个性。为了收集这些用餐客户资料，甚至有专门的团队负责此事。看着女领班有条不紊地安排着每道菜的上菜顺序，时不时提醒注意客户的特殊需求，表哥由衷地佩服。他仔细地琢磨着规律。忽然他被安排跟着去上菜，安静舒适的就餐区，服务生变魔术一般献上新颖的菜品后，表哥像顾客一样发出惊叹。突然他收到了一个信息条，上面写着顾客对芝加哥旅游的一点小心愿。瑞奇马上被安排去完成这个心愿。当他把这个惊喜抬上桌后，得到了一桌人的赞美。这满意的赞叹声让表哥体会到了服务的最高境界，就是竭尽所能地完成每一个顾客的愿望，然后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表哥瑞奇在赞美声中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他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不仅认真记忆识别每种酱汁味道，还努力记住那些标准用语，同时他也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在这里，表哥找到了他苦思冥想的人生的意义。正当他为之兴奋不已时，1周的实习时间结束了，即便他百般不情愿，也必须离开了。表哥带着浓浓的不舍拨通了卡米的电话，他抱怨卡米就是想抛弃自己，搞得卡米一头雾水。表哥刚刚找到了一点振奋的事儿，马上又被丢入黑暗中。可最后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表哥一脸沮丧地来到餐厅，认真地擦着每一把叉子。他在墙壁上看到了卡米的照片，然后碰到正在削蘑菇的老板娘兼大厨。老板娘平易近人地和他聊起自己开餐厅失败的经历，聊起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当老板娘离开时，他告诉表哥，卡米推荐他来实习是因为非常看重他，并赞扬他很擅长与人交流。当厨房就剩下表哥独自一人时，他紧盯着墙上的那一行字，每一秒都很重要，似乎在提醒着他，
不要沉溺于往事，不要恐惧未来，此时此刻才是最重要的。卡米为了消防测试惴惴不安，布莱尔关心地询问他为何那么担心。卡米表示，这个标准很苛刻，而且突然降临的爱情令他害怕，好运之后必有祸端。布莱尔安慰他，既然无处可逃，那就安之若命，不论是福是祸，既然要来，紧张也没有用。一席话化解了卡米的焦虑。伊博来到装修好的熊家餐厅，外卖窗口娜婶儿正在擦窗子，看到伊博来了就生气，那么好的学习机会竟然半途而废。伊博解释自己不想改变，这一切对他来说太难了。娜婶儿告诉他，就是因为又老又笨，才要跟紧那些不会丢下自己的强者。伊博一愣，懊悔地试探是否还需要自己。娜婶儿笑着欢迎他回来。离开业还剩下2周，一切准备就绪，就差消防测试了。辛尼表示必须要成功。表哥回来了，他一身笔挺的西装，向卡米表示自己领悟颇多，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从头再来。辛尼发现冰箱门还没有修好，蛋糕小子做了甜点，令卡米非常满意。表哥来找小唐，他向小唐道歉，表示自己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到处闯祸，把事情搞砸。现在才明白，一个团队的合作才是关键。最后谦虚地说，两人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一番真诚的道歉获得了小唐的谅解，两人握手言和。Thank you for apologizing. 卡米把自己画好的菜品给辛尼看，可能是自小在课本上画服装设计图的缘故，图画得很好，让辛尼赞叹。说起进货，卡米打算交给自己的高中同学，看起来这是那场聚会的成果。说到菜单，卡米说，经过和克莱尔商量后，自己不再固执于那些纯粹但难以实现的设计，而这恰恰是辛尼曾经提出的，这令辛尼感到意外。反唇相讥，那以后是不是成本核算也应该拿给克莱尔一份呢？两人马上争吵了起来，卡米甚至否认克莱尔是女朋友。辛尼停止了争吵，他认为卡米必须改变这种优柔寡断的处事方式。言下之意，工作和私人生活是两件事，之间必须有界限。而且对待克莱尔的身份都到这份了，还要否认，明显不合适啊。表哥和小唐在面试前台服务员，一个拥有多年经验、履历优秀的女士结束了面试。小唐甚为满意，却没想到表哥坚决否决了此人。表哥说，他故意在对方面前错放了餐具，可对方竟然完全忽视了。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服务员，怎么能忍受眼前这个错误呢？这个小测试令小唐大为赞叹。卡米来到储物间休息，碰见同样躲在储物间里冷静的胖子。胖子正在为消防系统的致命障碍烦恼，卡米在为与克莱尔的关系感到迷茫。他觉得似乎要口头说明才算正式确认关系，但开口问又显得太混蛋了。表哥西装革履的样子令人耳目一新，他一改大吼大叫的习惯，彬彬有礼，而且细致认真。他告诉辛尼自己已经把他当成自家人看待了，这让辛尼心头一暖。吉米叔叔来了，这次不是来视察餐厅的，而是告诉小唐，如果再不开业，就将无法负担税费了，需要尽快开业。他给小唐一个限期，就是10天。小唐感到压力太大了。吉米叔叔询问起小唐的产期，小唐表示快要到日子了，同时他也询问吉米叔叔对生小孩的看法。吉米叔叔说自己不会要孩子，如果要孩子就不会给孩子太多的保护，让孩子能够喜欢冒险，肆意的犯错闯祸，感受生命的快乐，这让小唐深感认同。伊博把一张与麦基的合影贴在工作区，这张被烧过的照片让胖子突然想到，问题就出在当年麦基曾经想烧掉餐厅骗取保费，因此把电路绕过了消防系统，而这个系统控制着燃气阀的开关，一旦泄漏，它会自动关闭燃气阀门。
正当大家在为开业限期缩短为10天而焦虑时，消防检查员忽然造访，他打开了燃气阀门，测试开始。短短的10秒钟，是每一个人命运所系的结果。那些希望、挣扎、努力、梦想，众望所归。当燃气泄漏时，消防系统自动关闭了燃气阀，成功通过了测试，餐厅通过了开业前的最后一关。每个人都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体验学习成果。而卡米则忙着赶回家，他将给女朋友做一顿丰富的晚餐。也许这份从容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吧。熊家餐厅终于迎来了他的处女秀。悉尼找出最干净的一套厨师服换上，准备去上班。父亲试图安慰女儿，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悉尼需要证明自己。这无关于爱和家庭，这是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想要改变现状的挣扎，是突破和重塑的过程。卡米突然陷入对家庭生活的恐惧中，他害怕重演自己原生家庭的痛苦折磨。美好的爱情之后就是地狱般的家庭，这种念头折磨着他，直到脑海中传来悉尼的疑问，让他想起自己回来的初衷。他想要回来实现自己和哥哥的梦想，拥有一家熊家餐厅。于是他振作起来，回到餐厅，一遍遍地看着墙上的菜谱。小唐告诉卡米自己邀请了母亲，这个消息令卡米感到不安，心情犹如墙上那幅抽象画一样令人混乱。小唐告诉卡米自己会取下那幅画，但是对母亲的邀请并不能撤回。在悉尼的提醒下，卡米才发现自己又忘记了联系修理冰箱的人。心乱如麻的情况下，他脱口问悉尼和母亲的感情如何。悉尼说自己4岁的时候母亲就病逝了，所以自己对母亲的印象很模糊。时间离开门还有2小时，厨房又乱作一团。这时吉米叔叔来找卡米，他给卡米送了一个大礼，一张餐厅的营业执照。同时他给卡米讲了一个富有隐喻的故事，讲述一个妄自尊大的球员因为一个在球场上的犹豫导致球队错误百出而彻底失败的故事。吉米叔叔警告卡米，餐饮业是一个非常熬人而利润又相对不高的行业，卡米必须要一心一意专心致志才能成功。而且即便成功以后，每天都还要面对各种麻烦不断。卡米告诉叔叔自己谈恋爱了，没想到吉米叔叔开心不已。悉尼听说小唐还没吃午饭，就亲自下厨做了一份煎蛋卷给小唐送去。煎蛋卷美味的令小唐赞不绝口。I could cry. So good. Thank you. 还有25分钟开门了，大家抓紧时间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表哥卡米还有悉尼给大家安排工作，打气鼓劲儿。Chef, but yeah, thank you. Chef, good work. Service.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散会后，卡米发现一个桌子不稳，自己拿了把起子就开始修理，并把路过的悉尼喊了过来帮忙。他向悉尼解释，自己确实因为谈恋爱分心了，但保证以后一定会专心倾听悉尼的要求。当年如果没有悉尼的加入和信任，自己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悉尼向卡米表示，自己并不是为克莱尔吃醋，自己只是因为力不从心而焦虑。两人推心置腹的一通聊天，化解了双方内心的芥蒂。最后，卡米送给悉尼一套崭新的厨师服，告诉悉尼他并不是孤军奋斗，这是大家的战斗，无论成败都会一起面对。
时间来到开门前的1分钟，一切准备就绪。辛尼一声令下，餐厅正式开门迎客。争分夺秒的后厨，众人忙碌着。辛尼不断报着订单数量，一边给大家打气，但他过于紧张而无法关注到蛋糕小子的询问。优雅的前厅，表哥八面玲珑地和每一桌顾客寒暄，一切尽在掌握。很快状况就如期而至，上菜的速度太慢，让表哥不得不到后厨催促。叉子也用完了，一个厨师又不见了踪影，卡米只好顶上空缺。表哥提醒卡米，克莱尔正等着他去打一个招呼。卡米安排蛋糕小子帮助辛尼接单，但两人的合作并不愉快。很快蛋糕小子就在暴躁起来，那个开小差的厨师位让卡米无法脱身，大家的情绪开始升级。这时马桶又坏了，小唐不得不丢下手头的事赶去修马桶。那婶儿的排骨做错了，被退回重做。而桌上做好的其余餐却没有及时抬出，摆凉了，需要重新做。这时卡米终于爆发了，他冲着辛尼大吼。辛尼表示自己太忙了，卡米意识到不该给辛尼太大的压力，他强压着自己的怒气。可刚扭头，他就被关在了冷藏室里，坏掉的门把卡米困在了里面。新的订单还在不断蹦出来，辛尼彻底短路了。他让大家暂停，大脑在飞快的计算，但现在损失2名厨师的情况下，整个后厨的制作流程陷入了困境，时间在飞逝。表哥突然主动请缨负责叫餐，这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辛尼顶替了失踪厨师的位置，只有5分钟就要解决掉手上所有的订单，压力巨大。表哥看着桌面的订单和顾客表，瞬间回忆起自己在3星米其林实习的经验，沉着地开始安排出餐顺序。小唐也加入了后厨的队伍，前厅交给了胖子。被关在冷藏室里的卡米满脑子都是杂乱的后厨和对失败的恐惧，他咆哮着踢着门，却根本没想到大家正在有条不紊地赶上进度。皮特在橱窗外看到了卡米的母亲，赶紧出门邀请他进来，但被拒绝了。皮特兴奋地告诉他今晚很成功，卡米和小唐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餐厅经营得非常棒。听完这一席话，这位母亲很欣慰，她恳请皮特不要告诉卡米和小唐自己来过，因为自己不想破坏这个夜晚。皮特无法理解为何他不肯进去见证这场盛宴，反复地挽留着他，但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他的离开并不是因为他不为孩子们的成功而感到骄傲，恰恰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个美好而成功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孩子们将要离开他。他明白这是他该放手并转身离开的时候了。孩子们长大了，自己该从孩子的生活中功成身退。最后他恳请皮特对自己说没关系，这也正是他想对自己说的话，没关系。然后他转身大步离开。即将做父亲的皮特突然感受到这份强烈的近乎自私的母爱，这使他回到座位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小唐好奇地看着他，他感叹道，这里有那么多客人，有那么多往事，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难承受了。所以小唐的母亲没有来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后厨终于在表哥的带领下完成了当晚的所有订单，大家欢呼起来。那个开小差的厨师被发现是躲在后街吸毒，他直接被开除了。辛尼呆滞地看着空空的订单机，整晚的紧张感化作翻滚的胃液，让他冲出门外狂吐不已。小唐抱住丈夫，宣布自己会到餐厅工作。吉米叔叔收到了表哥送来的礼物。克莱尔想到后厨找卡米，却被告知卡米正关在冷藏室里。他焦急地冲过去，却听到卡米在里面抱怨。卡米认为自己正因为恋爱而失去方寸，
这种混乱无序的感觉让人感到惶恐和紧张。一席话让克莱尔悲痛万分，他向卡米告别， I'm really sorry you feel that way, Carm. 并伤心地离开。This was so beautiful. 表哥看着克莱尔难过的样子，过来询问卡米，殊不知卡米正在为自己的话被克莱尔听到而懊恼，两人又吵了起来。混乱中，表哥叫出了卡米妈妈的名字，这令卡米大为光火。按照心理学理论，在成长过程中，你最讨厌的性格习惯往往会成为你自己的性格习惯，而卡米让表哥看到了他的母亲唐娜的影子。当表哥离开后，卡米拿起电话，他听到克莱尔在工作间隙发出的语音。And I think you're so special and so wonderful and I 话语间满满的爱和鼓励，这让卡米后悔不已。Are you okay? 辛尼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和赞扬。蛋糕小子收到了来自丹麦老师的祝福，开心的他却没有注意到手机上满是母亲看护的未接电话。当修理工开始修理冷藏室门把的时候，卡米在黑暗中看着那掉落的火花，陷入沉思。好的，熊家餐厅第2季就到这里画上了句号，是否还会有第3季呢？我感觉应该会有的，这个结局应该算一个开放式结局了。卡米和克莱尔的恋情又成了一个悬念。蛋糕小子的母亲应该是病情加重了。表哥在最后一集力挽狂澜，成为他2季里最高光的时刻。可惜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还与卡米大吵了一架。卡米甚至骂出寄生虫等等难听的词汇，不知道表哥会作何感想，或者做出什么决定。第2季的这个结局并没有众望所归，迎来一个巨大的胜利，而是充满了遗憾和痛苦。这应该都是为了下一集而做的铺垫，所以相信未来可期。好的，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路过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